华晨宇目前是重点流畅法第一人，只把华晨宇看作是歌手，就像一口吞掉人参果，有点可惜。他表面上是个青年歌手，实际上是位已经开创了独自流派的通俗声乐舞台表演青年艺术家。我说的这个艺术家，不是指那种靠年龄堆积起来的某一领域的专业技能高手，而是只靠才能和思想造就的文化天才。而华晨宇能成为艺术家，因为他骨子里是个思想者。华式音乐的精髓在舞台演唱，其他专业歌手通常是2分演加8分唱，唯独华晨宇选择了将演和唱的比重彻底均衡的方式。能达到华晨宇声乐技能和创作水平的人并不少，但只有他做到了将个人思想、性格与音乐作品高度融合，并将舞台演唱升级到艺术品级别。在唱上，华晨宇的能力不能简单的用声乐技巧强大来描述，他的理念是思想格局决定审美，审美决定歌手的音乐水平。专业级别的声乐技巧华晨宇都掌握，但他看透了没有艺术审美引导的声乐技巧只如同杂技。他早领悟如何让自己的情感凌驾于技巧之上，所以他的高音让人感受到的不是声音的冲击，而是一个男子情绪、思想、意志和信仰的表达。他在慢节奏部分的演绎就更像手入清水池一般，听众甚至能对他在演唱中传递的情感产生隐约的实体触感。在表演上，华独树一帜地使用歌剧风格来演绎通俗音乐，他的演技已经超过了国内大部分所谓的专业演员以及绝大部分跨界演员。很多人刚看华晨宇的演唱时不大适应，这是因为继张学友用交响乐演绎过流行歌曲之后，这是唯一一个用如此高档次的方式来演绎通俗音乐的人。有粉丝说他唱歌就像个王子，这样不够精确，应该说他更像是一个死活都不愿意继承王位，一心只想用歌声美化世界的逆反王子。一个人如果才能很优秀，风格又很特别，那背后一定是有一个特殊的思想体系在支撑。这个思想体系来源于这个人对世界的深刻观察力和独特的理解方式。艺术家同时也都是思想者，华晨宇的观察力、思考力、表达力都很强，这导致他不会只将思维局限在音乐上，他的格局比一般歌手要大。他想的是如何把音乐和社会联系在一起。华晨宇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小众流的音乐艺术家，他的目标是创造能同时表现时代发展和自己性格的音乐，没有太多考虑大众的平均欣赏标准，甚至不想让自己的作品成为流传度高的歌曲，他只想让大家去听，但又唱不出来。他当然知道如何创作出容易传唱并有助于提升人气的歌曲，但他的艺术家基因使他选择用更小众的方式去创造音乐。他希望听众听到他的歌时感受不到任何的时代感、同质感，听起来像是来自另外一个空间，这样也导致他的音乐作品总是有种异样的感觉。拍外星人来地球的影片时，用华晨宇的歌当背景音乐应该会很合拍。基于这种创作思想而产生的作品，好听还是不好听，当然各自有看法，但毫无疑问，这是华晨宇坚持使世界多样化的音乐艺术家、音乐思想者的格局，背后是他不惧怕陷入孤独、不被大众认可的傲气性格。华晨宇另一个让人好感满满的地方，就是他和人交流时的表达方式，充满了美感，充满了考量听众情绪的善意和大气。在讨论严肃问题时，他会用眼神、动作、语气、表情来引导听众理解他的想法，又不会让人产生被说教了的逆反心理。当他要传递一个听起来可能会让人觉得不是很舒服的观点，或者要使用稍微刚硬一点的词的时候，他会想办法让这个词听起来不会让人很难受，但他也不会退让自己作为一个思想者的立场。这种坚定且柔和的风格很让人舒适尊重，就更不要提他养了一只小流浪狗的光荣事迹了。内心有深度的人往往善良。如果不考虑内容，只从视觉上看，他说话的样子也是很招人喜欢。脑有乾坤，气自贵，他总是不经意间流露出贵气、聪慧、雅致和洒落。这也导致他明明想走个性艺术路线，却由于颜值高、性格好、能力强而活活的被拉入流量明星的行列。华晨宇的思想是逐渐成长进化的，这也促使他的作品会更具变化，很值得期待。只是他的特点无法用1-2个词概括，所以华晨宇既是一个流派的创设者，本身也要成为这个流派的代名词。青年艺术家不少，但成功的不多。
他追求的是小众且不易传唱风格的音乐路线，结果却成长成为大众一线明星，证明华晨宇的人格魅力以及他音乐作品的艺术性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其实华晨宇以后可以在演唱会上安排一段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的独白，受欢迎程度肯定不次于他的音乐。看着他一边思考一边和人交流的样子，就像看着一个来自异次元的活的精致的艺术品，很有格调，很上档次。